苦楚之战第10章，东瀛所陪去。第4集，严保会到国立国会图书馆借完书，在国会议事堂附近撞见山口善武，就是10年前杭州到上海沪杭线火车邻座那位日军军官。郝文说，与恶者为伍，与恶者结盟，结果都是败亡。日德结盟，就是明正。约尔说，古代以色列王约兰、犹大王亚哈谢都是作恶之人，他们联姻结盟，加速败坏过程。神常常用更恶者对付恶者，以促人反省悔改。以色列历史上，凡由敬畏神的人做王，则国强民富；若恶人做王，必走向败亡。约尔接着说，对恶者，神在圣经中警示过，其子孙3至4代必遭咒诅，也就是说，恶人的王位传不过第4代子孙。神兴起耶户，惩治流无辜人血的以色列亚哈王家族，为受屈者伸冤。神借以利沙先知门徒之口，高立耶户为以色列王，并授权耶户剪除亚哈家所有男丁，以杜绝亚哈家罪孽扩散传染。郝文说，也不能与恶人联姻。以色列王亚哈娶美丽但邪恶的外邦女西顿公主耶喜别，如同发霉的米饭又添一坨狗屎一般。夫妻联手作恶，使本族王室贵胄成为刀下尸首。一国之兴，一国之灭；一族之兴，一族之灭，皆有缘由。约尔又说，神对恶人的审判从不延迟，恶贯满盈时即是审判日。万事绝非偶然，成败都有定时。恶人的子孙无论如何躲不过神的震怒。神对先知以利亚预言以色列邪恶之王亚哈家的结局，也就是凡属亚哈家男丁尽都从以色列中剪除，将来躲过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过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是以利亚在世时并未看见预言实现，神用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成就了预言。接着约尔又说，若美国如同德国那样把清教徒的老本吃光，神会兴起中国取代美国。不过要看中国是否有约翰卫斯理、克里威廉斯布真、爱德华兹这样有属灵影响力的圣徒。英国因有约翰卫斯理而没有发生法国模式的流血大革命，使英国国王不仅没有人头落地，还能保持王室继续。英国得以超越法国，变成维多利亚时代的日不落帝国。郝文说，法国爆发流血大革命100年之前，英国就颁布
Declaration for Liberty of Conscience and the Bill of Rights, 1689。属世的历史学家通常只看到英国超越法国的表象，看不透英法深层的差距在宗教因素。二战时，法国沦陷德军之手，与当年法国大革命已不无干系。历史节点没有偶然，只是人不知道偶然背后的必然。约尔说，我也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只有神知道真实的原因。战争打破旧平衡，建立新秩序。从二战结果看，最大的受益国是苏联，最大的亏损国是德国和日本。德日都与苏联签过和平条约，这难道是偶然？你说苏联到底是二战受害国，还是背后的战争发起国？哈文说，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有意思，让历史学家去研究吧。那天过后，礼拜六上午，又是一周。研报会去国立国会图书馆借完书，经过国会议事堂附近，迎面撞见身穿西服的山口善吾，两人对视片刻，都认出了对方。10年前，研报会已与当时身着日军军服的山口善吾在从杭州到上海沪杭线火车上相遇，用英语聊过几句。火车抵达上海后，山口善吾在火车站遇见日本女军医小野洋子，并把小野洋子介绍给研报会。后来，保会在法租界英仪大药房门口又见身着日军军服的山口善吾，为此受惊吓，1个礼拜不敢上班，怕又碰上山口善吾。山口善吾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对保会说，严小姐，能在东京见到您真是太意外了。要在东京住多久？保会没用英语回答山口善吾，而是用流利的日语告诉他，他随来日本暂时工作的丈夫林浩恩到东京，还提到他从杭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香港，遭遇日军攻陷香港，只好逃往重庆，在日军大轰炸下的重庆幸存到日军投降。他想提醒身着西装的山口善吾记住日军带给中国人的灾难。山口一边听，一边用目光表达他的理解。他看着眼前这位端庄文雅的中国女人，用流利的日语讲日军入侵带给他的重重苦楚，不知说什么好。他请保会在附近的咖啡馆小坐，要了2杯美式咖啡。他告诉保会，小野洋子1年前病死在上海浦东一个村子里。
宝慧深感意外，他以为小野洋子战后早回日本了。山口说，日本投降后，小野洋子没有随军队遣散人员回国，而是留在那块洒过她丈夫小野武雄的血和中国军人并无数百姓的血的土地。她想帮当地人看病，以替中国穷人免费治病的方式补偿她丈夫及她的同胞日本军人对中国的伤害。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加上生活卫生条件差，她终于一病不起，死在出诊的地方。当地村民凑钱厚葬了她。提起洋子，严保会想起香港沦陷前，陈本夫派阿福护送他从九龙逃难，经过广东三水，被日本宪兵队扣留。队长山口修身自称是山口善武的弟弟。山口先生，您认识山口修身吗？宝慧问山口善武。我有个弟弟叫山口修身，山口说。就是去过中国的宪兵队长山口少佐吗？宝慧问。是，他被调到湖南，升为中佐不久就受伤了，后来病死在湖南，他变成一盒骨灰。山口说，他的语气平静，好像在说与自己无关的人。山口少佐在广东时放过了我。宝慧说这话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山口对宝慧说，他在家信里提过此事，不是我弟弟放了您，是您信靠的主救了你。连小姐，对不起，现在该称呼您林太太。没想到多年不见，您的日语竟说得这么好，我还是只会说几句中文，英文还是没有你说得好，真是惭愧。但是我现在跟您一样，每天读圣经，礼拜天去教会，还在唱诗班领诗。宝慧说，山口先生，我记得您说过不信耶稣，只是小时候被父母带到教会上过主日学。山口说，小野洋子给我很大的触动，她身上有种力量是我没有的，我想那是信仰的力量，我也想有那种力量。此外，战争是我思考生命的价值，很多亲友都死了，我需要一种力量支撑我活下去。他端起杯子喝一口咖啡，沉默片刻，忽然用激动的声音说，小野洋子和她丈夫小野武雄大佐原本不必死在上海，他们本可以生几个孩子，如今幸福生活着。宝慧听这话感觉有些突兀，就问他，山口先生的意思是？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